随着11月美国大选临近，美国高级别防务论坛阿斯彭安全论坛成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和台湾问题的重灾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还扬言，美军对应对潜在的中美冲突很有信心，还宣称要确保台当局购买核式武器。但出席同一场论坛的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呼吁美国要谨言慎行。 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与福克斯新闻主播对话时谈及台海问题。Well, first I'd say is I don't see that a conflic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imminent or inevitable, but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we stay ready. 布朗随后警告称，若中美冲突惨烈程度将类似二战，但他同时声称会保证美军将为可能的冲突做好万全准备。 当被问及若中美因台海问题爆发冲突，美军是否会赢时，布朗给予肯定回答。他表示对美军很有信心，反映出美国的一种骄傲。美国在军事上一直都很骄傲的他认为美军最后会赢。可是，当你打越战，当你打阿富汗战争的时候，美国不一开始也都是很有信心嘛。所以我觉得战争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你只能够评估自己的能力跟你的信心，你很难评估对方。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日前对媒体强调，台湾应该支付更多费用作为保护费。布朗在论坛上对此回应表示，拜登政府将致力于确保台当局购买核式武器，提高台湾防御能力，推销新型对台军售的意图明显。When you look at technology and you look at the use of drones, you look at the use of cyber. All these other factors that come into play that it may not be the high-end capability that we're used to using, but a mix of capability that can create a greater defense for Taiwan. 台湾地区是美国军火的主要买家之一，但实际上，美国对台军售是公认的凯子军售。 外界注意到，特朗普曾多次宣称要卖 MQ9无人机和鱼叉导弹给台军，但岛内媒体揭露，生产这些武器的波音防务公司就是特朗普的重要金主。退役台军将领纷纷炮轰，这与保护费无异。 雄三飞弹性能都不输于鱼叉飞弹，又逼着我们买弹簧刀无人机，就是在替美国销库存。不但叫我们看门狗的小狗，还叫我们要自备狗粮。台湾的云豹假设都做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向美国买 M1A2 呢？花那么多钱，几百亿台币，又花了57亿多台币去买用不上的火山布雷系统。 外界注意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在19号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时，都渲染起所谓“大陆攻台”一说。布林肯声称，以美国为首的7国集团将增加对中国的集体压力，以避免中国大陆在台海采取行动。但他也承认，中美关系很重要，台海局势稳定很重要。If there were to be a crisis over Taiwan, it would be a crisis that affects quite literally everyone in the world. 沙利文宣称，攻台对任何一方都是绝对灾难性的。And I believe that it has to be a fundamental object of American policy to ensure that never happens. 而美国高官不断渲染台海紧张局势，试图为美国介入寻找借口，以及给美国大选造势。但大部分地区国家显然并不希望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事情发生。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对话中就提醒美国，中国的国力正在不可阻挡地增强，各国都不希望在中美间选边站，美国只有努力与中国和平相处，才能为世界带来和平稳定。The U.S.-China conundrum will decide the fates of all our nations for this decade and next. And what America has to decide, and I understand all the policies of small yard high fences, security alliances, but ultimately, what is the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I'm not sure that I have a clear idea. Is China an enemy? Is China an enemy for how long? Can China be a friend? And how would you go about it? Those are difficult questions. 黄永红多次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提出警告。2021年，他在12届阿斯彭安全论坛上提出，台湾问题是一条深红线，美国应该远远避开。他还补充说，靠得太近就会有误判形势的可能。美国的军方
还有跟美国的这个像国务院这些、国安会这些，他们都一直在夸大中国大陆对外的军事的威胁。那如果是这样子，那你就要听美国的啊，你就要买我的武器啊，甚至在经贸上你要对我让步啊。那现在为什么夸大特别厉害呢？跟选举当然有点关系，因为川普一直指拜登软弱，那拜登不能示弱啊，示弱你就选不上啊，这就是政客的手段。2023年11月，中美曾在华盛顿举行了军控与防扩散磋商。一段时间以来，个别美国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指责中国拒绝和美方举行新一轮磋商，也未对美方有关提议做出实质性回应。针对这一情况，外交部发言人17号回应称，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基础上，与美就国际军控议题保持沟通，但美方必须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为双方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无视中方的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持续对台军售，采取一系列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破坏双方政治互信的消极举动，严重破坏双方继续进行军控磋商的政治气氛。为此，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商谈，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在近期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美国参联会主席布朗放话称，他对美军击败中国信心十足，但他也发出警告称，如果中美爆发军事冲突，惨烈程度将类似二战。那对此，吴先生您怎么看呢？参联会主席作为美国总统的最高军事参谋，被记者问及对美军击败中国是否有信心，如果布朗回答一句难说，那他明天基本就不用上班了，可以卷铺盖走人了。所以我对美军高层这种政治正确喊话无感，反倒对他的中美未来爆发军事冲突的认知颇感兴趣。布朗认为，如果中美爆发军事冲突，惨烈程度将直逼二战。他随后话锋一转，也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他认为，中美冲突并非迫在眉睫，或者是不可避免，这个认知是正确的。所以你看，五角大楼的最高智囊头脑还是很清醒的。其实啊，历来美军的高级军事将领在对解放军的战斗力评估上，都远比白宫的主人们更加清醒与务实。正如我之前在节目中谈到的啊，有些事情美军做不到，那就是做不到。总统先生脾气再大也不管用。参联会的将军们心里更有数。比较微妙的是啊，布林肯与沙利文也出席了阿斯彭安全论坛。这两位拜登的左膀右臂齐声说到所谓大陆攻台。美方高官的话术构建是有迹可循的，大致逻辑就是啊，中国很可能会这么干，但我们会想办法不让他们这么干。一方面渲染了中国所谓的威胁性啊，另一方面又彰显了美国的影响力啊，其实都是说给美国人自己听的。沙利文说，美国将确保大陆攻台不会发生啊，其实这句话有很多理解方式啊，区别就在于美国是使用什么工具来确保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的呢？是通过加强美军在亚太前沿的军事存在啊，嚇阻解放军不敢轻易动手，还是通过对台湾民进党当局进行合理的约束啊，防止极端情况出现呢？布林肯与沙利文均没有把话说完整，故意留下了悬念。另一方面，近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2年来首次更新军事条令。在这份名为“欺骗”的新条令里，大篇幅提及通过散播虚假信息等手段来欺骗对手。那如何看待美军的这个新动向呢？是的，程倩，美军在2023年推出的战斗力设计规划里明确提及，要制定统一的欺骗政策，为将来在太平洋地区与中国可能发生的战斗做好准备。因此，海军陆战队的新条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了。据我了解，条令的主要起草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名叫 Jeffrey Hill 的年轻少校，情报官。我去查了一下他的底细。2017年起，他在美军驻冲绳基地待了2年，担任陆战队第4空中管制中队的连长。2020年，他应该是遇到了自己从军生涯的贵人，被抽调回华盛顿五角大楼，参与联合参谋部的信息作战任务，直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汇报。2022年至今，他回到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担任情报官，负责敏感任务协调。
这位情报官在谈及由他起草的最新条令时，主动援引了《孙子兵法·纪篇》里面的名句：“兵者，诡道也。”在这位美军情报官看来，如果你不诡诈，你就打不赢中国人。用他的话讲，一个完美的军事欺骗行为，应该99%是真话，1%是谎话。Jeffrey Hill 是这样理解美军2023年军改设计的。他说：“我们要为常规冲突做好准备，特别是在全球反恐战争结束之后。”他的论调贴合美军正在思考的问题，那就是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军要为大国博弈服务，要为设想中的大国正面碰撞展歌待旦。具体谈谈这份条令的底层逻辑吧。他明确提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未来的作战中要充分重视战场伪装、信息战、认知战的重要性，明确强调治信息权的重要性。战场伪装很好理解，就是通过光学迷彩、伪装网、充气假目标、电磁信号伪装等方式隐蔽隐藏部队的主力。信息战与认知战则有些玄乎了，它更像是情报战线与舆论宣传战线的主责主业。但一个趋势已经凸显出来，那就是美军正在强调一线作战部队也要适应在今天这个信息无孔不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打好认知战与宣传战。当然，我们深知魔法只能用魔法去打败。今年4月，解放军调整组建信息支援部队，这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强军事业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构建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战略举措。信息支援部队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是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的关键支撑。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军事变革的洪流中不进则退，我们的解放军也在时刻准备着。对手在谋划什么，我们要清楚；他们锤炼的本领，我们要更强。20号，加拿大外长乔利结束其为期3天的访华之行，这是他2021年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也是时隔7年，中加外长再度与中国会面。乔利表示，希望能以务实的外交策略重新开启与北京的沟通渠道。王毅则表示，双方应回归初心，为两国关系恢复正常注入动能。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加拿大外长乔利举行会谈。王毅说，这些年中加关系经历了困难和曲折，这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也需要加方认真反思。中加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中加关系曾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双方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互补优势。中方重视加方多次表示愿意本着积极、务实、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和推进双边关系，双方应以客观理性的认知看待对方。王毅表示，明年是中加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双方应回归初心，思考过往，把握正确方向，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切实恪守建交承诺，为两国关系恢复正常注入动能。中国共产党20届3中全会刚刚胜利闭幕，中国将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双方要继续发挥经贸合作的重要引擎作用，探讨开展各领域对话合作。乔利表示，加中人民友好历史悠久，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在加拿大同样家喻户晓。加方愿积极务实地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保持接触对话，加强在经贸、旅游、气候、环保、人文、禁毒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发展。加方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王毅说，今年是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不干涉内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和实践。加方应采取实际行动，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维护好人文交流纽带，改善两国民意基础。台湾、涉藏、涉疆、涉港等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干涉。加拿大外交部在新闻稿中提到，双方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并商议定期举行部长级会谈，讨论包括贸易、安全与和平在内的一系列议题。
会谈后，乔丽还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以英法2种语言发帖称，会谈富有建设性和成效。加拿大主流媒体对乔丽这次北京之行也进行了积极正面的报道。Certainly, the fact that Canada is having this meeting with China is, to some, a good sign. Af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 Andrew, soured so badly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Canada'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Melanie Joly and China'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Wang Yi on the ground in China. They've met previously as recently as in February in Germany,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Canada'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is going on the ground in China, meeting with her counterpart Wang Yi. 加拿大《环球邮报》称，乔丽访华试图重新开启与北京的沟通渠道。法新社认为，加拿大外长带着弥合分歧的任务前往北京，他期间呼吁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一些媒体还回顾了中加关系从稳定到紧张恶化，再到加方寻求解套的历史。2017年，时任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和总理特鲁多相继访华，双方当时准备宣布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2018年孟晚舟事件发生后，中加关系跌至冰点。特鲁多政府紧跟美国论调，出台加拿大版印太战略，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今年2月，王毅在德国出席慕安会期间应邀会见乔丽，随后两国关系出现向好趋势。4月，加拿大副外长莫里森访华。5月底，新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抵加履职。中加两国自2018年孟晚舟事件和2个麦克事件，导致呢两国关系陷入低谷。后来呢，出现了所谓外国干预选举、家中相互驱逐外交官、所谓中国警务站等问题，导致两国关系不够稳定。以这次加拿大外长访华为标志呢，现在呢两国关系开始走出低谷，关系回暖的趋势比较明显。未来呢，加拿大其他的政府官员可能会陆续访华。加拿大《环球邮报》重点报道了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表态。报道援引加拿大政府声明称，该国将继续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路透社则在报道中点出，乔丽此访前1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约成员国齐聚华盛顿参加北约峰会，并通过了一份联合声明，称所谓中国是俄乌战争决定性推动者。但乔丽则更注重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他强调，要在对加拿大人来说最重要的领域寻求合作。观察指，尽管在安全层面，加拿大与北约保持战略一致，但在外交与经贸层面，加拿大希望以务实态度与中国发展牢固稳定的双边关系。根据加中贸易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有着牢固的经济往来历史，而且随着国力的上升，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第2大经济合作伙伴国，仅次于美国。据加方统计，2023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1197亿加元，其中加拿大对华商品出口额为305亿加元，较2022年增长6.2%。加拿大国会山时报指出，随着出口持续增长，加拿大企业已加倍压住中国市场。到任近2个月的中国驻加大使王迪18号在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国长期稳居加第2大贸易伙伴地位。2023年是加主要出口目的国中唯一增长的市场。Lululemon、加拿大鹅、始祖鸟等加拿大品牌在中国家喻户晓。广大中国民众也盼望到加拿大走一走壮美的原野，看一看神秘的极光。我们也欢迎更多加拿大朋友赴华走走看看，体验一次历史与现代融合的 City Walk， 感受中国发展的万千气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加拿大研究室研究员李恒阳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相较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欧盟等西方国家和组织，加拿大受两国此前政治关系影响，对华关系改善步伐落后，因此部分对华出口份额被西方盟友占据，特别是农产品方面。但此次乔丽访华后，预计两国经贸合作将再上一个台阶，预计两国人文交流也将增强。加拿大舆论对中方将该国列入144小时免签名单表示欢迎。Two sides would look at ways to further improv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in terms of tourism and students. And in terms of tourism, China used to be the second largest of overseas visitors to Canada. I see that maybe this is a sign where we could see a resumption of
larger flows of Chinese tourists to Canada, maybe in the near future. 外界注意到，加拿大的对华关系仍受到美方的负面影响。12号，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里兰在受访时说，他将于下周与商界和劳工团体举行会谈，讨论针对中国制造电动汽车设置贸易壁垒的问题。他还暗示，考虑采取的措施可能不局限于汽车领域，并宣称加拿大别无选择。目前，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征收约6%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将从8月1号起把中国产电动车的进口税率提高到100%。加拿大政府此前已经表示，寻求与7国集团盟友保持一致。I know that some Chinese producers were already looking at the possibility of exporting electric vehicles to Canada, and I must say those vehicles are of good quality. They are, I would say, about half the price of the vehicles that we can buy in Canada. 此外，加拿大在北约峰会后决定增加军费支出，以达到北约要求。而第一步就是采购多达12艘能够在冰下作业的常规动力潜艇。观察指出，加拿大与中国并无接壤，但配合美国的北极圈部署，针对中国意味明显。此外，加拿大军方近年也到中国周边搞所谓自由航行、抵近侦察等行动，并导致一些小摩擦。加拿大将继续强化在我国周边的军事力量部署和行动，积极强化与地区国家和盟国的互动与合作，包括参加各种双边和多边演习，并将演习扩大到台海、东海、南海等区域，以此保卫所谓的航行自由和自由秩序。加拿大外长乔利结束访华，希望稳定两国关系。那您认为要将乔利的此番表态落到实处，加拿大还要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呢？主持人好，加拿大外长乔利访华，姿态很低，调门也很低，有谦卑的一面，愿意积极务实的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自从加拿大无理扣押孟晚舟以后，中加关系呢基本上处在冷冻状态，中方呢把加拿大晾在一边已经好些年了。去年11月被中国判刑并且遣返的加拿大间谍，也就是迈克尔和康明凯，因为分赃不均而闹到了法庭。加拿大呢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是间谍。这样呢，加拿大再也绷不住了，知道自己理亏，便开始反思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呢设法修好。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加拿大外长乔利主动找到王毅，说加拿大呢愿意奉行务实外交，致力于改善加中关系，重建信任。王毅外长呢也顺水推舟，希望中加关系止跌回稳，希望呢改善关系。王毅外长强调，中加经济高度互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方呢不是对手，更不是敌人，应该呢成为合作伙伴。现在呢，加拿大外长实现了7年来首次访华，算是两国关系呢向正常化迈出了重要步伐，但是离完全正常化还是有距离。王毅外长说，中方重视加方的多次表态，也希望重回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正轨。明年呢是中加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加双方呢应该回归初心，思考过往，把握正确方向，为两国关系恢复正常注入动能。就是说呢，加拿大还得继续拿出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任的担当，两国关系才能够正常化。加拿大要在哪些方面还要继续努力呢？王毅外长也把话说明了，不干涉内政是重要方面，特别呢是在台湾、涉藏、涉疆、涉港等问题上。乔里呢虽然表示加方将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并没有就取消涉港涉疆制裁问题有所表示。加拿大与美英等国呀曾对香港实施国安法和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过制裁。所以呢，只有加拿大取消毫无道理的制裁，不再干涉中国内政，中加关系呢才能够完全正常化。就在加拿大外长访华之际，加国仍然计划与7国集团讨论应对所谓中国海外警务战，还要考虑是否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那我们说，这不是为中加关系正常化添堵吗？中加关系正常化最重要的是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尊重。就中加关系正常化而言，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是最重要的。但是加拿大对所谓中国的海外警务战进行秘密调查，希望和7国集团一道采取应对措施，以及要和欧美一道呢对中国电动车增加关税，一样不利于中加关系的改善。
因为所谓国外警察站实际上呢是社交事务海外服务站，而非警察管理。对于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也是违反自由贸易规范的。不过呢，是欧盟的保护主义做法。这两件事呢，中加还是有谈判空间。关键呢是要看加拿大是否无脑的去跟随美欧，还是面对现实务实处理。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说没有分歧和矛盾，关键呢是看能不能平等讨论，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中老友谊盾牌2024联合演习18号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兵实弹联合综合演练。本次中老联演进一步提升了两军联合指挥和联合行动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继5月的中检金龙2024联演后，解放军的无人装备再度大规模亮相，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中老友谊盾牌2024联合演习本月5号至18号在老挝境内举行，是两军第2次举行友谊盾牌系列联演。演习期间，中老参演官兵围绕联合防卫作战课题，共同完成适应性训练、指挥演练和实兵演练3个阶段科目演练。本次联演还注重锤炼双方一体筹划和联合指挥能力。18号组织的两军联合实兵演练在老挝人民军库马丹学院训练场举行。中老参演官兵围绕联合防卫作战课题，完成了侦察行动、无人机反制、联合火力反击、步兵排进攻战斗、装甲步兵班车内外协同、机降突击和战场急救等多个科目演练。此次联演，中老双方参演部队在行动中区分侦察布势、联合抗击、合力清剿等多个阶段，采取立体突入、多路快打等战法，发挥各自优势，相互配合，密切协同，有效检验和提升了两军联合作战行动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老联演是今年以来第3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军队间的交流合作行动。5月中检金龙2024联演在柬埔寨举行，是该系列联演的第6次。中方参演部队由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组成，演练了城镇街区反劫持、山区营地清剿、联合搜救、海上反劫持等内容。东南亚多国派出观察员观摩演习。6月底，中越海举行了第36次北部湾联合巡逻，双方各派出2艘海军舰艇参加。中方任务兵力为铜陵舰和汉中舰。这次军演向外界释放的信号，主要是我国如何加强与周边邻国在非战争领域的军事合作问题。如果再加上前期，这个中检军事演练、中越军事演练这3场军事演练来看，我觉得它主要是落实习主席提出的与周边国家亲中惠人的基本国策，如何在安全领域，那么实施落实。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本次中老联演18号的实兵实弹综合演练中，无人机、无人战车、机器狗、排爆机器人等无人装备被大量投入使用。演练背景设定为某跨国武装犯罪组织在中老边境隐秘集结，策划实施恐怖活动。中老联合任务部队紧急前往，完成防卫部署并打击武装犯罪组织。任务部队派出多组侦察力量，对敌阵地展开联合立体侦察。无人机发现疑似人质关押点后，将情报回传至指挥所。侦察员继续操作车载光电设备，侦察敌纵深目标情况，迅速展开人质营救，执行。空中突击队利用察打一体无人机进行侦察和精准狙杀，机器狗则担负火力突击任务，掩护中老特战队员实施营救行动。我们探索将无人化装备融入作战行动，大大提升了特战小队的战场感知和火力打击能力，在降低人员受伤风险的前提下，顺利完成营救任务。此时，敌武装分子派出无人机向我防区实施侦察。任务部队立刻使用无人机反制设备对敌无人机进行驱离和迫降，包括使用无人机反制枪和反无人机系统驱离侦察无人机，用激光拦截设备或穿梭机打击挂弹无人机，用捕网枪捕捉自杀式无人机。反无人化战术方面和手段呢，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你包括的话，我们看到用激光来摧毁这个无人机的问题。那么这里边要解决的主要是侦测的问题、跟踪的问题，然后识别的问题，到最后摧毁的问题。那么这一系列的战术问题的话呢，
已经不局限于过去用无人机反无人机了。它有一些新的手段，有一些新的战术。这也是5月的中检联演后，解放军无人装备再次在与外军的联演中亮相。解放军当时对外公开展示了2款机器狗，一款擅长侦察，另一种战斗机器狗能身背步枪，快速前进并灵活调整枪口方向。分析指出，近年来的局部战争中，各型无人机大显身手，各国纷纷加强无人机和反无人机体系的建设以及相关战术战法研究。解放军在中外联演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无人装备，不仅体现出无人化装备重要性，也展示出解放军在该领域取得的进步。上海战略学者赵宗九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解放军连续在与东南亚国家的联演联训中投入无人装备，是基于该地区存在大量非传统安全领域威胁的现实。无人装备的应用有着一定的优势。从我军无人化装备的发展来看，应该说的话呢，我们起步还是比较早的，所以在这点上来讲，在整个无人化这个领域，那么中国军队的话有很多方面它是领先的，啊，所以我们说的话呢，要引领这一军事领域，应该说呢，中国还是有条件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大力发展无人化装备和进行实战性的演练，应该说的话呢，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势头。当地时间18号，冯德莱恩再次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开启第2个5年任期。而就在投票表决之前，冯德莱恩还就台湾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实际上，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也是他所极力推动的。冯德莱恩现年65岁，在欧洲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生。2019年成为欧盟委员会首位女主席，也是1967年后首位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德国人。根据惯例，冯德莱恩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委员将进入酝酿阶段。相较他再次当选本身，国际舆论最近几天关注最多的反而是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投票前扬言，如果胜选连任，将寻求阻遏中国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特别是针对台湾。美国政治新闻网指出，这是冯德莱恩迄今为止在涉台问题上表明的最清晰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接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冯德莱恩就饱受质疑。外界普遍认为，他更像是美国在欧洲的代理人。那我们知道，中国和欧洲国家建交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所以说，如果把台湾问题放到中欧关系里面，只会去严重的去破坏中欧之间的这样一个政治互信。而近年来，在美西方国家流行的对华区风险化概念，也是冯德莱恩的得意之作。他声称，欧洲应该吸取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教训，在绿色转型和数字技术发展方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所谓的去风险化与美国的脱钩论调如出一辙，去风险被认为就是伪装的脱钩。后来不仅是欧盟国家，美国白宫和政界人士也有样学样，频繁套用该词。我们看到他连任之后提出的这个施政纲领里面有4处也提到了中国，那么其中包括是在减少对中国的产能依赖更加的强调对华竞争而不是合作。据美国媒体爆料，拜登正在考虑采用最为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阻止任何企业继续向中国提供先进的半导体技术，而且已经向盟友通知了该消息。主要影响的是日本以及荷兰的企业，但这一次盟友们都表示不愿意跟进。彭博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正在向荷兰和日本2国官员施压，要求他们收紧对华芯片出口措施。这些措施将直接影响日本的东京电子以及荷兰阿斯麦等知名企业。东京电子是半导体制造工具的主要供应商，它主要在蚀刻、沉积和清洁领域运营，其中包括在半导体晶圆中添加和去除材料。荷兰阿斯麦是全球最先进的光刻机制造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工具化。商务部19号也回应称，希望相关国家坚持市场原则与契约精神，抵制美经济胁迫做法，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美方也非常清楚，仅仅靠自身的力量并不足以对中国形成垄断性的技术优势。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拜登政府其实在竭力拉拢包括日本、荷兰这样的盟友来加入对中国的所谓技术管制联盟。可以说，目前呢，美方对中国这种技术竞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白热化的阶段。彭博社称，如果荷兰以及日本不跟进的话，美国则考虑动用一项名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直接限制中国购买高端芯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所谓规则出台于1959年，旨在对使用了美国技术的外国客户进行控制，包括产品销售、转移和运输等环节，美国政府都可以阻止。2020年8月，美国曾对华为使用这一规则。有分析指，在芯片领域，每款产品多多少少都用到了美国技术，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府的打击范围将非常宽泛，这是明显的长臂管辖，必将损坏其盟友的利益。If 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 don't tighten their own measures on China, the US, of course, in a very tricky position, though, because there's also that question of how much are allies going to be listening here when you've go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just a few months away? 事实上，已有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并不愿意执行美国的要求。虽然荷兰官方这次也并未予以回应，但此前也曾表示过反对意见。阿斯麦前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尼克批评，正在进行的半导体贸易战是意识形态驱动的，而不是基于事实。阿斯麦不久前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中国约占该公司第二季度光刻系统销售额的49%，已经连续第4季度稳居阿斯麦最大市场位置。美国如果动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升级对华芯片限制，阿斯麦将受到巨大打击。相关爆料发布当天，阿斯麦股价暴跌13%，市值缩水超过600亿美元。而另一个被美国政府盯上的国家日本，该国芯片制造商东京电子当天股价大幅下跌8.8%，创3个月来最大盘中跌幅。实际上，在美国政府小院高墙打压下，美国芯片企业对华依赖程度也在提高。以美企应用材料公司和泛林集团为例，截至今年4月，应用材料公司的销售额中有43%来自中国，比1年前增加了22个百分点。泛林集团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因此，应用材料、泛林和科雷等美企近期多次向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当前的贸易政策适得其反，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更无法达到阻止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目的。这些公司还强调，不希望美国政府使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因为这样做将进一步破坏半导体产业链，可能惹怒他们的日本和荷兰合作伙伴，甚至会导致外国企业拒绝使用美国技术，以避免被美方制裁的后果。今年4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分析也指出，由于拜登政府的限制出口等措施，美国供应商损失了总计1300亿美元的市值。该报告还指出，大量美国供应商无法找到替代客户来弥补损失。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最新预测，今年全球芯片制造设备销售额将增长3.4%，达1090亿美元。其中，中国大陆市场的设备出货量预计将超350亿美元，占比达30%以上，成为推动需求增长的最大市场。由于中国企业自身目前呢所处于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同时呢，中国国内又具有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各国企业用脚投票这种倾向其实越来越明显，并不是任何一方或者说任何国家政府主观政策所能决定的。英国巴克莱银行报告认为，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似乎正在打一场败仗，其潜在负面影响正逐渐显现。以芯片巨头美国英伟达为例，这家企业是因为生产人工智能顶级芯片而供不应求，但由于限制出口，英伟达和美国监管部门玩起了猫鼠游戏，通过阉割芯片性能等技术手段，以期维持中国市场。但销售数据显示，中国客户对阉割版的英伟达芯片不满意，即使打折后也销量不佳。英伟达高层对此十分担忧，认为一旦失去中国客户，可能将永远失去。分析指出，美国大选让全球商界对该国半导体管制政策越发处于观望心态。他们认为，特朗普对贸易的态度并不是禁止，而是加税，而且特朗普曾对盟友也大打关税战，因此拜登的小院高墙政策能否延续存在很大变数。
拜登政府在对华进行科技打压、进行所谓科技竞争这方面呢，一定会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来为自身过去3年多来的对华政策呢，来加强说服力，来获得国内强硬派更多的支持。但是呢，如果最终是特朗普赢得此次大选，那么美国呢，虽然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一系列所谓的打压措施，但是呢，美国与盟友之间这种合作关系也可能面临严重挑战。